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楞严经中有这么一句话：理可顿悟，事须渐修。能改变人生的从来都不是道理，而是习惯。习惯拥有主宰人生的力量。一个好的习惯是通往美好人生的阶梯，而一个坏习惯则足以毁掉你的一生。正如佛陀所说，今日之果皆是昔日之因。人的好运都有因果，你努力了什么，习惯了什么，就会得到什么。据史书记载，曹操晚年传位时，曾与2个人之间举棋不定，一个是老成持重的曹丕，一个是天资聪颖的曹植。能泣不成诗的曹植，小小年纪就学富五车，文采斐然。曹操甚是偏爱，所以时常带着他出去历练，有意培养他。可曹植最后还是丧失了继承大业的机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曹植为人放荡不羁，并且爱喝酒，还从不克制。有一次，曹植酒醉后硬闯司马门，走了那条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时才能行走的大道。曹操得知后十分震怒，不久后便立曹丕为世子。可即便这时，曹操仍然没有放弃曹植，而是命曹植为将，去樊城解救大军。出发前，曹操召见曹植，却见曹植又喝得酩酊大醉，从此对他大失所望。而曹植也为他的不良习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最终在小城郁郁而终。再看曹丕，虽无大功，却胜在做事一丝不苟，从不肆意妄为，最终成功上位。可见，一个管理不好自己习惯的人，又有什么资格管理天下人？其实，在我们生活中，很多习惯看似不起眼，却有无穷的力量，能决定你人生的走向，改变你一生的命运。易经中曾说到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，最终都会落到酒上。这个酒就是习惯。所谓优秀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完美，而是因为他们熟知好习惯的力量。人生在世，有因必有果，种下的因便是你会收获的果。养成优秀的习惯，就是在改变你的人生，从此一切好运就都会降临在你身上。佛陀也曾说，自作自受，自信自度。一个人的命运都藏在他的习惯里，改变习惯就是在改变人生。在《掌控习惯》一书中，有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。一个很胖的朋友想减肥，于是他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那就是每天问自己，健康的人会做什么。从那以后，不论是出行还是饮食，他都以此为标准，要求自己按一个健康的人来行事，并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，最终成为了一个健康的人，并且成功地减掉了100斤，保持了一个苗条的身材。一开始是我们造就习惯，后来是习惯造就我们。当你改变心态时，你就会有所行动；当你开始行动时，你就会收获习惯；当你开始习惯时，你就会收获性格；当你形成性格时，你就是在收获命运。可见，习惯会变成一个人的性格，进而成为一生的命运。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在创业初期，要求自己每天早上6点半给用户发送60秒的语音，4年来无论风雨，从不间断。为此，他慢慢养成了每天早起、每天读书积累的好习惯，并且长期为之坚持。后来，他终于成功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全新品牌。聚沙成塔，积业成裘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即使再小的沙子也能汇聚成山塔，即使再少的皮毛也能成为一件皮球。这就是习惯的力量，即使再小的改变也经不住日夜不绝的行动。对此，药王孙思邈也曾说过，夫养性者，欲所习以成性，性既自善，内外百病自然不生。要想改变命运，就先改变习惯。习惯具有强大的力量，能推着你不断前进，带给你无数意想不到的惊喜。而人生就是这样，越自律越优秀，越努力越幸运。曾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2个人纷纷立志要写出一本100万字的小说，于是驾急匆匆地开始狂敲键盘。可1个月过去了，不过才写了10几万字，眼看着100万的目标遥不可及，贾便灰心放弃，
又去寻找下一个志向，终究一事无成。而已回去以后，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每天写1000字的计划，慢慢坚持，渐渐养成了习惯，终于在3年后出版了自己的小说，成为了著名的作家，饱受欢迎。有道是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因为习惯的差别而越来越大。好习惯带来好人生，更能为我们带来健康、幸福，甚至是财富。想要改变命运，就要养成能改变命运的好习惯。《了凡四训》中的袁了凡先生，一生被算命先生算得一清二楚，但在禅师的指导下，他开始广行善事，并且将此作为习惯，致力于一生，终于彻底改变了了凡先生下半生的命运。本来无缘功名的他，却在科举中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。本来命中无子的他，却能中年得子。了凡先生思善行善的好习惯，正是他人生逆袭的垫脚石。可见习惯改变命运，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。所以养成一个好习惯，就是在掌握生活的主动权。好习惯的力量就像是种下一场善因，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一笔投资。只要你不断坚持，就会不断增长，让你拥有可以毕生享用的利息。人生在世，道理都是别人的，只有把道理化为行动，养成习惯，才是自己的。所谓有因必有果，播下习惯就是在收获命运。好习惯的力量能让你终身受益。最后再给大家分享15个哈佛大学推荐的好习惯，祝大家早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1. 要学会感恩，让自己变慢脚步，看看你的四周，关注生活中的细微之处。人行道上淡紫的花，美丽的日落，洗去你一天疲惫的沐浴，伴侣眼中的笑容。当你的感恩之心能够欣赏生活的美，思考和祝福，你自然就充满了幸福感。2. 明智地选择自己的朋友。影响个人幸福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人际关系，所以如果你想变得开心的话，要选择和乐观的朋友在一起，他们能欣赏你真实的自己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丰富、快乐、有意义。3. 培养同情心。当我们代替别人站在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时，我们更能用同情心客观和有效地处理问题，生活中就会少一些冲突，多一点快乐。4. 不断学习。学习让我们保持年轻，梦想让我们充满活力。我们运用大脑进行运作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想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们会变得更开心和满足。5. 学会解决问题。会解决问题的人在生活中遇到挑战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自虐，然后变得很消沉，他们会直面挑战，调动全身力量，寻找解决办法。通过变成一个解决问题的人，你会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和直面挑战的能力。6. 活在当下。你感到沮丧，是因为你活在过去；你会感到担忧和焦虑，是因为你活在未来。但是当你感到满足、开心和平和时，你才是活在当下。7. 学会原谅。憎恨和生气是对自我的惩罚，当你释怀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对自己施以善意。最重要的是学会原谅自己。每个人都犯错，只有通过我们的错误，我们才能慢慢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更强大、更好的人。8. 要经常说谢谢。对生活中的祝福要学会欣赏，像那些让你生活变好的人，无论或大或小，表达出你的欣赏之情也同样重要。9. 守承诺。我们的自尊是建立在我们对自己守承诺的情况下，高度的自尊和幸福感有直接关联，所以要对自己和别人遵守承诺。10. 冥想。根据哈佛大学的调查，平均上过8次冥想训练的人，要比控制狂多开心20%。这样的训练可以使大脑结构变化，包括海马体黑色物质的密度，其对学习和记忆很重要。11. 关注你在做的事情。当你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就会处于一个开心的状态。当我们处于这种状态，你就不会关心别人对你怎么看，不会被不太重要的事情干扰。12. 要乐观。对于开心的人来说，
玻璃一直都是半满的。每当你面对一个挑战时，如果你倾向于想象最坏的想法，那就自我转换这种情况，告诉你自己一个状况中的好处，或者你从中学到的东西。乐观肯定能驱动成功和幸福感。13. 无条件的爱。没人是完美的，接受你自己所有的不完美，也要这样对待别人。无条件的爱一个人，并不意味着你要花所有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，或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无条件的爱意味着接受真实的他们，以他们自己的步伐，让他们自己摸索。14. 不要放弃。没有完成的方案和不断的失败，不可避免的会削弱你的自尊。如果你决定做某事，做完它，在成功之前都不要放弃。要记住，失败是暂时的，只有当你放弃的时候，你才会被打败。15. 学会给予。做好事是最能确保你心情好的方法之一。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，人们做好事，大脑会变得活跃，就好像当你经历奖励时，大脑所受的刺激一样。所以，主动给予的人比被动接受的人更开心。做人前半生有什么习惯，后半生就有什么命。所谓开挂的人生，其实都是一次次良好习惯的养成。改变命运不是想象出来的，而是从点滴开始养出来的好习惯，掌握了命运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：想让田里不长草，那就种满庄稼。想要改掉坏习惯，那就用一个好习惯来代替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